钱已经准备好了，可以带我去看那批货了吧？何小姐，你人可以下去，但有一样东西，你必须得留下，因为它不属于你。你演了这么久，不就是来我办公室偷这串钥匙的吗？下去放人是吧？我告诉你，这串钥匙就是用来试你的，它根本开不了任何锁。你就别做梦了，去跟王院长说，他没有料错，这个警察根本就没有死心。看院长怎么处理吧。还傻愣着干什么呀？过来呀！妹妹现在正在竞拍林浩，这条线我跟了很久了。为的就是盯住那个神秘买家，而今天，他终于出现了。07054159，这枚警徽的背后刻着的是我的警员编号。当年抓你们的那些人，和外面那些买家是一伙人，很遗憾，当时没能把林浩救出来，而现在。林浩也是唯一一个从那个地方活着回来的人，所以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任何人带走他。你就是当年那个警察？怎么？不像啊！一会儿我先去弄点动静出来，你呢就负责去救林浩。外面那个交给我来处理，你不用管。记住啊，这次我们不光是要救林浩，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伙人一网打尽。10万！对我爸做了什么？他16年前就已经死了，为什么他会变成这样？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我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
我会让你好起来的。我把他带回来抢救的时候，他的脑垂体已经严重受损，我看着他的机体渐渐萎缩下去，他的意识一天天的消失，我不希望他变成一个废人啊！但是我发现导致那场瘟疫的病毒能激发人体中的机体活性，我跟王志文已经合作了16年了，16年。我们不停的实验还原配方，我就是希望能让病毒在师兄体内共存，就差一点点，现在就差一点点，它就好了。杨华生，病毒只能制造怪物，怎么可能治病呢？你别做梦了，他每天过的是什么日子？关在笼子里，不停的扎针实验。你好好想想，你这是在救他吗？你知道他发疯前最后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吗？求求你了，让我死了吧！你闭嘴！没事吧？我看过那封超密信了，一边指使梁光强制造冤案，血洗石锦街，一边要装好人，骗取我的信任。你才是幕后真正的主使！走！就是利用音乐刺激他们的大脑神经，他们受到刺激就会极度狂躁不安，产生强烈的杀伤意识。看来他确实很恨你啊！对不起。整个监狱都被封锁了，你回去申请警队来处理后续。如果一旦有人逃跑，都按劫狱、逃狱来处理。我们会出具合理的尸检报告。散落在场地里的钱，就当我赞助警队了。那里面那些没出来的客人呢？他们只给我买货的钱，并没有给我买命的钱。上车。攻击声源，而是害怕声源。刚才唱片机卡壳的时候，发出高频的响声，他们反而不动了。王志文就是用这个理由让他们听话的。既然声音可以控制他们，那我们就用声音打败他们。只要关闭对面的喇叭，下面的囚犯就会被其他喇叭的声音吸引离开，我就可以顺着墙上的铁梯爬到上面的通风管道。可以啊，小姑娘。那个通风口，也就你这个身板能过去。那里连着通往监狱外的安全通道，到
到时候你想给我们开哪扇门都可以。林浩，我会把大门给你打开。我警告你，这是我最后一次爬通风管道，你必须给我准时出来。何警官，你只付了定金，还欠我东西，我肯定会出去跟你要的，自己小心。走吧。我也想出去，我不想在这儿，你拉我上去吧。你这样拽着我，我也出不去啊。要不你去门口等我，反正我要上去开门的。不，你帮帮我，一定要帮帮我！我想出去，我不想留在这儿。我进去我也能爬上去的，我想出去，让我试试。来。是不拉我，你也别想走！我踹了，踹着我！我这边广播，快把他们引过来！你关好门窗，你顾好那个姑娘，剩下的交给我。上来！别害怕，跟着我。让我先走，别耍花样！你这样我们都走不了。你让我心累！你放开我！何七七，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逃跑之后碰到那条狼狗吗？我给你练过很多次那个动作，你还记得吗？什么时候受伤了？为什么不自己处理一下？动脉破裂，急性失血会导致休克。你是医生，你自己清楚的。接驳线断了，这控制台到时候会短路，整个广播室会小叫的跟杀猪似的。那外面那些玩意儿冲进来，咱们还怎么出去啊？没事，不就是大腿这个血管破裂了吗？晚几分钟处理不是问题。啊！你别废话了，我没针了，把你针给我，我帮你处理一下。年轻人就是着急，来，把接驳线拿好了，让你看一看啊，前辈是怎么来处理这个大腿动脉血管破裂的。看好了。我不是
什么好人，这一辈子也没做过什么好事，一直在做出选择，也一直在犯错。这最后一次，我一定要做个正确的决定。诸位，这次我们花城的南石惩戒场发生了一起极其恶劣的暴力事件，有人潜入监狱，伙同狱医和死囚，企图越狱，发起暴动，危害我们花城百姓的生命安全。而我们青山医院的王院长，秉着对社会的责任感以及对正义的坚持，协助我们及时地阻止了这场暴行。我们要感谢王院长，为我们提供了线索和帮助，才使我们在现场就击毙了大部分的暴徒，而且逮捕了所有的涉案人员。感谢局长，感谢在场的记者朋友们，这份荣誉鄙人受之有愧啊！作为一名医生，不仅要在手术台上救治病人，下了手术台，更是要秉承这一信念。所以，这是我应该做的，也是我们青山医院全体医护人员应该做的。谢谢大家。好，再讲两句吧。来，看这边，看这边。大家看看，此人便是劫狱的匪首之一。匪首，快，这下来，还是个女匪首。是啊，快，走，这就是你举报我的下场。送你件礼物，他们在现场发现的，留个纪念。带走。都别动！不是说我劫狱吗？我今天就劫给你们看看，谁敢往前一步，我就一枪毙了他！走！枪都放下，别走火！把枪都给我放下！这可是第一手资料。王志文，杨华生那儿可是有你的罪证，我一定会拿到的。你身上那枚勋章戴上去容易，摘下来可就丢人了。走。别忘了。我现在怀疑，警局里有内鬼，而且不止一个，甚至涉及到警局的高层，所以王志文才会这么嚣张，每次都能提前知道我们的计划。现在，如果想把这些人一网打尽的话，只有一个办法，我需要你以逃犯的身份配合我进行调查。这张照片怎么回事？当时我去看了，现场的情况很惨烈，那批
注射药物的犯人还在发疯，所有人都已经死了，现场只找到了少量衣物和残骸。我知道这张照片里有你和林浩，对你来说很重要，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希望能留下他。多谢鬼哥，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。何警官，你只付了定金，还欠我东西呢，我肯定会出去跟你要的，自己小心啊。哎呀，好了。就算幾多風與浪，能攜手地笑這境況。然而天空的曙光，埋藏心底話跟你講，隨處之中可勇敢等到希望，只有你在旁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不是让你去安排了吗？为什么这些报纸还写成这个鬼样子？还有这些照片，把我拍得跟杀人犯一样，这让我们医院怎么去经营？让我怎么去见人？这上面大部分记者都已经搞定了，但是有几个嘴巴特别硬的，不是用钱就能收买的。现在他们已经对这件事产生怀疑。开始私下进行调查。院长，我们是不是应该采取一些更强硬的手段？与其去堵别人的嘴，不如把事情做得更绝一点。还记得之前拍卖会上要买林浩的那个人吗？我知道他是谁。他的胳膊上有一个纹身，就跟我手里这枚徽章图案一模一样。有这个纹身的人，他们都来自于同一个组织，叫做黑风。他们最擅长的，就是把之前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抹灭得一干二净，把这件事情交给黑风去做。要是何欣欣真去监狱找杨华生得到了证据，那么他和整座监狱都将不复存在。院长，我去给庄先生泡杯茶。前往南石惩戒所，活捉一名被注射过药物的囚犯，赏金翻倍。教官，黑风又来新任务了。这次是去你的葬身之地。你曾经对我说过，
人活着是为了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。我相信你一定找到了，可我还没有。我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能给你了，只能为你点上一根蜡烛。这次任务我一定会去的，总要在你面前赢一次吧。想不到，黑风竟然沦落到抢自己人的任务了，杀你太丢脸，给我滚！师妹这么厉害，我倒要看看今天你怎么出去。有火吗？有。刚给你点过蜡烛。第一次任务成功送给你的礼物，用来悼念导师，合适。当时杨华生身上只剩下13根针，他用了2根来对付袭击我们的囚犯，剩下的都用在我身上。他施针的技术确实比我厉害。大腿动脉破裂，急性大失血超过了10分钟，明明早就应该休克了，但他的手还是很稳，完全没有影响他扎针的准确度。我不是什么好人，这辈子也没做过什么好事，一直在做错选择，也一直在犯错。这最后一次，我一定要做个正确的决定。其实不好意思啊，像我这种大腿动脉破裂的情况，手术根本没有办法去修复它。我只是突然间多了这么一个优秀的师侄，我想在晚辈面前吹个牛嘛。我在你身上扎了这11根针，正好封住了你全身所有重要的穴道。
即使外边那帮玩意儿冲进来，也会以为你已经死透了。我知道，你也是学医的，也用过。但是这一次，你就好好的、安心的睡一会儿，剩下的就交给我吧。孙子们，走快点啊！是药没有给你们打足吗？师兄，对不起。他一生懦弱、胆小、自私，还做了很多错误的决定。但我还是想跟他说一句：师叔，谢谢你救了我的命。黑风这次的任务是活捉一个被药物注射过的囚犯，悬赏金额相当高。这一单应该跟王志文有关，但没人知道他们要把人抓去干什么。把我交出去，就知道他们想干什么。有人来了，应该是来交接的。
他们接下来的任务是去监狱里放毒气弹，解决掉监狱里所有活着的囚犯。但这些毒气弹重量不对啊，还没有进行装填。那就没错了。他们之所以抓被注射过的囚犯，就是想从他们的体内提取注射药物的成分，还原配置。虽然那些囚犯很难被杀死，但如果超量摄入这些药物，会导致他们心脏衰竭而亡。所以，这里面要放的不是别的，是那些药。那看来，他们是想把监狱变成那些囚犯的毒气室，这样王志文的所有罪证都可以凭空消失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悬赏的金额那么高，当然要拿。我不是正好符合要求吗？你要回黑风？拍卖会师傅来过，还出高价要买我的命，他都知道我在哪里了，我没有选择。你就亲手把我交出去，以后他还能信任你。涌动的晚上，身上的伤痕带进了多少风霜，火光楼花的空木窗，禁锢着内心滚烫。黑夜已渐长，冷风也渐凉，暗火在身上。见风刀霜，阳光满回廊，温暖着你手掌。停留一面刹那，转身纷乱天涯。夕阳下，月为圆，与你乱世烽火人烟。不为少年，韶华尽付世间。浮华的烟云散，望纵横一世的羁绊。世上皆迷惘，满目皆荒凉，抚平你忧伤。满堂与你唱了未央，停留一面刹那，转身纷乱天涯。夕阳下，月为圆，与你乱世烽火人烟。不为少年，韶华尽付世间。